深夜，女孩独自坐电梯回家。一个戴着头盔的奇怪男人走了进来，更奇怪的是，男人站在那里一动不动，也不按电梯。女孩只好按下自己的楼层，随后跟女孩一起走出了电梯。女孩紧张地站在门口，看到男人开门进了隔壁，随即进屋关门。回家后发现自己的衣服仿佛被人穿过，不一会又传来敲门声，开门查看却什么都没有。女孩不放心出门查看，突然一个黑影闪过。原来是个小孩，女孩劝他外面不安全，赶紧回家。等再回到房间，女孩查看起了房间内的监控，发现刚刚出门时戴黑色头盔的人进了房间，坐在他的电脑前喝了口他手里的啤酒，并且没有出去。女孩顿时感觉后脊发凉，慢慢的回头查看，不料戴黑色头盔的男人就站在了自己背后。男人的手中拿了一把伞，并且还不断往下滴着血。随后他从伞中抽出一根沾血的铁棍，就此女孩领了盒饭。然而这并不是本小区发生的第一起案件。另一边，居住在高档小区的大伟是一家咖啡厅的老板，他有严重的强迫症和心理问题。有天大伟突然接到一个电话，对方称他的哥哥已经失踪数日，于是他带着老婆孩子开车找到了哥哥所居住的老社区，这正是发生连环失踪案的小区。大伟独自前往哥哥家，老婆孩子则就在车里。大伟刚走进哥哥的房间，发现房间似乎许久没人居住，落满了灰尘，屋里放着很多女士内衣。感到奇怪的大伟准备离开，却发现门前有一个标记正方形和数字1，便去询问其他邻居，可他们听到哥哥的名字，表情立马就变得害怕，随后立即便关闭了屋门。大伟这时发现这个邻居的门前也有标记，居然每家每户都有标记，很明显有人故意排查了这里的人口。方块、圆形、三角分别代表了男人、女人和孩子，而这边女儿被游戏机吸引，因为没有硬币，妻子就去车里取，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人总和他打招呼。就这一下的功夫，一回头，刚才还在不远处玩的女儿却不见了。他跑出去找了一圈都没找到，无奈回到车边，看到男人居然跑到了自己车上，女儿就在车后，妻子吓得不知所措。还好一个女人用电棒赶走男人。小红随后邀请一家去家中做客，在这个老社区可以看出他家装修得很好。小红的女儿也很懂事，大伟向他打听哥哥的事，没想到小红直接把他们轰了出去。接着大伟让妻子带着女儿先回家，自己则留在这里等哥哥。可路上老婆发现有一辆车一直跟着他。这个奇怪的男人大白天戴着头盔，然后缓缓地靠近前方女人，女人神色有些紧张。接着电梯门打开，头盔男先一步走了进去，可女人发现男人站着没有要动的意思，无奈女人按下自己家楼层，男人接着摁了上一层。等女人到家，正想输入打开密码锁，女人警惕地回头，发现头盔男还站在那里，她只好用身子挡着密码，可女儿却抢先一步。妈妈，58058808。还好他回头看去，男人已经离开。而这边大伟在哥哥家洗手时，突然听到响动，以为是哥哥回来了，连忙到客厅查看，却并没有看到人影，但放在摇椅上的外套却被动过。上前查看，发现手机和钱包没了。顺着刚才的声响，大伟意外发现了打通的墙壁，而隔壁也挂着跟哥哥家相同的内衣，意识到不对，便出门前往查询，发现最近的一笔交易是在他家附近。大伟赶紧给妻子打去电话，可刚到家，妻子就接到门房电话，表示他有一个快递需要拿。妻子下楼去拿，却发现是个空盒子。正当他以为是谁的恶作剧时，在我还没有回去之前，你不要给任何人开门，明白吗？话音刚落，女儿便打来电话，有人在他家不停地敲门。他让女儿千万别开门，幸好自己回家时改了密码，他赶紧往家中跑。及时赶回的大伟似乎明白了什么，面对妻子的询问和控诉，始终沉默不语。原来他和哥哥还有一段不可告人的秘密，他的哥哥患有皮肤病，于是一天一个女孩诬陷哥哥骚扰，警察让在场的男主说出实情，但他撒谎说是哥哥。此后两人的命运彻底改变，后来哥哥又因强奸罪入狱，他深知哥哥这次回来很可能是报复他的。此后大伟便噩梦缠身，多次出现异响，梦到哥哥在冰箱吃东西，甚至以为哥哥在床上睡觉，而用球杆击打被子，这可吓坏了妻子和女儿。无奈之下，他只好再次来到哥哥失踪的社区，却意外被一个人打了一顿。两人缠斗了半天，他才得知小伙是来找自己女友的，他的女朋友也失踪多时了。两人来到哥哥房间休息，解释了误会之后，大伟又看见了头盔男，他和小伙追了过去，小伙却惊讶地表示这是他女朋友的房间。这正是要找的女朋友，小伙吓傻了，还没反应过来。此时头盔男突然出现，打昏了小伙。大伟被追杀，他用木板砸向坏人。大伟趁机立马跑进独眼女孩家中，独眼女孩给他拿来药箱，让大伟包扎了伤口。他向女孩借电话，女孩带他来到一个他没来过的房间，这里有各种钱包、玩偶和手机。女孩借给他的正是他之前丢的手机。大伟惊讶的连连后退，摔倒时还在衣柜里又发现了一具尸体，正是他的哥哥。他这才明白了，原来小红才是头盔男。这对母女一直以寄居在别人家为生，杀掉原来的主人鸠占鹊巢。可明白的太晚，大伟被打晕后，他们搜刮了他的钱包，然后来到男主家附近的便利店肆意挥霍，却发现需要密码，随后便来到男主家楼下。小红让女儿乖乖玩，等干完活就回来接她。女儿说记得给她带披萨。这边妻子正要把女儿送出去住几天，可到了车库发现没带车钥匙，便嘱咐女儿在车里等着，自己则回去拿。在电梯中，妻子碰到了小红。小红来到镜子前，试着身上新衣服，感觉就像在自己家一样。而柜子旁大伟的妻子已被打晕。这时家里的电话响起了，大伟女儿的声音。小红看到前往车库。
你妈妈有点急事儿，她一会儿就回来了。先跟我去阿姨家玩一会儿。路上，女儿发现小红穿的是妈妈衣服，跟小红争吵躲了起来。女儿连忙跑回家，刚要找妈妈，突然门把手转动，吓得赶紧躲进柜子里。这时，身负重伤的大伟赶回家中，一番打斗依然抵不过女人。看着地板上的血，小红开始心疼被弄脏的地板。把我家弄成这个样子，还赖在别人家里不肯走，你们到底想怎么样？这时大伟也醒了过来，看着酒洒了一地，他心生一计。大伟趁机安抚小红，请求放了他们一家。小红却被敲门声惊到，便要去攻击。慌乱中，大伟摸到打火机，点燃了地上的酒。小红抓紧去救火，大伟趁机开门拯救了全家。最后，小红被抓了起来，而大伟一家也搬离了这里。